嗨，大家好，我是 DB。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 AI 编辑器 Antigravity。Antigravity 这个编辑器之所以最近比较火，是因为它是伴随着 Google Gemini 3 Pro 这个 AR 模型一起发布的一款编辑器，并且在这款编辑器里是可以免费的去使用3 Pro 和 Sonnet 4.5两个大模型的。当然，这些免费是基于每5个小时会有一些配额限制的基础上，但它依然是免费的。然后这期视频我们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主要包括 Antigravity 的一些基本操作，安装、使用 AR，然后还有一些进阶的操作，比如怎么去配置项目级的一些 rules 呀、workflow 呀这些东西，主要还是偏向新手向。然后提醒一下，在 Gemini 3 Pro 不支持的地区使用这个 Antigravity 需要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打开魔法切换到支持的地区，第二个条件是要全程打开 TUN。好的，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一个环节，安装。首先你需要做的是打开 Antigravity 的官网，打开以后在右上角有一个下载按钮，点下载，这边有3个平台的下载程序，选你对应的，我下载的是苹果的，就是下载这边。下载完了以后就需要安装，安装很简单，把你下载的程序安装好，然后打开的界面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会有一些设置，然后设置完了以后这样会有出现一个登录按钮，然后你点登录，它会把你跳转到 Google 的页面，然后你点同意，它会给你跳转回来，然后这时候这边的这个 agent 就会开始刷新，刷新完了以后你就会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跳转回来，或者说你没有刷新，那么大概率是魔法没有开好。记住，开魔法切换区域 TUN。好的，下面我们就不讲了，这个在这儿再提醒一次。然后打开以后，你这边应该是没有项目的，你只需要打开一个项目，就会跟我这个一样。这期视频我用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来做演示，就是远行星号的一个 mod 检索列表，就是数据库了，然后来做演示。好的，我们现在来进入正式使用环节。所有的操作几乎都在右边这个 agent 这个窗口里。然后这边你会看到有2个东西需要你选。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工作模式，它有2个选项，一个是 planning， 一个是 fast。fast 对应简单任务， planning 对应复杂任务，默认选 planning。好，然后这边讲模型的选择，模型一共有2组，一个是3 Pro， 一个是 Sonnet 4.5。这边建议的是做 UI 级的任务，比如说设计 HTML 啊，写一个 Vue.js 的页面啊，直接用3 Pro High。然后如果是后端的编程，比如说 PHP 啊、Python 啊，就用 Sonnet 4.5这种Thinking 这个模型就好了。为什么上面的是 High， 下面的是 Thinking 呢？因为说是你用 Low 和 High 是一样的消耗，你用 4.5 和 4.5 Thinking 是一样的消耗。这个 Gemini 3 Pro 是一个限额池，然后 Sonnet 4.5 是一个限额池，所以直接用那个更高级的2个模型就可以了。然后它们2个模型的限额比例是这样，假设 Gemini 3 Pro 的可用次数是10，那么 Sonnet 4.5 可用次数就是30。然后我在这边安装了一个插件，是用来显示配额和刷新时间的。如果感兴趣，可以点一下关注。我们下一期视频讲这个插件怎么安装。好，我们这边选好了 Planning， 也选好了3 Pro High， 然后我们来给它一个任务。这时候我们需要打开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 Model 数据库这个页面。我们假设说想把这个名称改成红色。我们选中它，然后看一下它的 class 在这边，我们把这个 class 给它复制下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定位。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文件，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搜索就可以找到这个。所以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下面这一行 A 标签的内容，选中以后按 Command 键按 L， 它就可以把你这个文件移动过来。我用的是苹果系统，是 Command L， 你用的是 Windows 或者其他系统会有对应的快捷键。这个移动过来以后，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任务的名称就可以了。我在这边直接复制过来，就是说把这个颜色改成红色，使用 Bootstrap 内置的 class， 然后这边我们点发送，它就会进行这个任务。好的，花了一点时间，它就把这个修改做完了。然后这边它会提示有 accept，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它已经改成了红色。然后这边为什么有 accept 呢？它给了你一次后悔药，就是说如果你点 accept， 那么这个修改就生效了，它不会做任何的操作，因为文件已经修改到位了，这边颜色也已经改过来了，对吗？但如果你点 reject，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修改取消，然后这边有 accept all 和 reject all， 就是说当你多于一处的时候，你可以用这边这个 all 的这个操作，我这边用 reject all 撤销这次修改。撤销了以后，我们再回来刷新，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退回来了。好的，这是使用 Agent 窗口进行编辑，然后我们这边已经退回了，对吗？所以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相关的操作，再选中它。这时候我们直接在编辑器窗口里使用 Command 加 I， 它会打开另外一个窗口。这个窗口里只有2个模型，一个是 2.5 Flash， 一个是3 Pro。我们选择 2.5 Flash， 然后把这个内容贴进来，再运行一次。注意，这里的模型它没有 Sonnet 4.5 和3 High 这种高级的模型，但是它一样可以进行操作。相同的那个修改结果都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过来刷新一下，没有变。这时候你需要点不用点 accept， 你直接选择保存，这边还是保持这个样子，然后再刷新，这个变化就过来了。因为在这个内部编辑的时候，它没有文件保存的这个权限，所以它只是进行了代码级的文字级的调整。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用我们用 accept 接受，然后它就保存到位了，然后这边再刷新还是这样子。这就是2种调用模型的方式。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就是它新增加的功能，叫 Agent Manager。这边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窗口，这个窗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Workspace 的概念， Workspace 就理解成项目就好。像我们刚刚做的这个项目是801.11.5.12， 它在这儿。我之前做的项目有056啊，这些项目都在这儿。这是项目，每一个项目下都有对话。对话是什么呢？就是这儿，你看，这就是我们这边正在做的这个。你一个项目下可以有多个对话，比如说我这个对话是专门修改这个 Model List 的这个页面的，然后这个对话我是修改什么 Model Detail 页面的，然后我可以再把所有修改 Model List 的页面的内容都放在这一个对话里，然后在这边可以切换模型做不同的工作，然后它可以保持上下文，是这样。然后这边除了对话和项目以外，还有一个 Playground。Playground 是什么呢？我们这边点一个新建，点了新建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不依托项目的一个灵活的形式，但是和项目那个是一样，可以选模型，可以选工作模式，就是对于一些零散的任务是 OK 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Inbox 你会收到一些通知，就是什么什么你修改完了。然后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你一个项目下可以有多个对话，你可以比如说在这里运行一个，在这里运行一个，在这里也运行一个任务，然后它运行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运行结束以后，你这边就会收到一个 Inbox 的提醒，就是某某任务运行完了，它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打开去查看，就是可以实现项目的就多项目并行去运行。好的，这些都讲完了，那么对于就是模型调用的 Agent 这块就讲完了。但是这边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比如说我们项目会有一些需要遵守的规范，总不能每一次都在这个输入框里去重复相同的内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2个内容，分别是 Rules 和 Workflow。在哪呢？在这边啊，我讲一下，这边可以看你之前的历史对话，然后在这边可以开一个新对话。这2个按钮，然后这边这个三个点点开以后，里面有一个 Customer， 把这个点开，然后这边就会进入这个定制窗口，这上面有 Rules 和 Workflows 2个内容，然后你默认的是应该像这样，可以看到有一个 Global 在这个 Rules 里，因为我已经新建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就是这个叫 Gemini.md 这个文件，就是 Global， 它只能新建一次，但是在这儿你可以打开编辑，这里面放的就是 Rules。这个 rules 是全局的，就是无论是这个 801.11.5.12 这个项目还是其他的项目，只要是使用这个 Antigravity 这个编辑器的，都会遵守这些规则。我就把这些规则放在这里。在这里提醒一下，我视频里用到的这些配置文件的这些设置，这些基础的规则都会稍后放在我 DPRT 这个网站，在这边只要搜索 Antigravity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文章。然后打开这个文章以后，我们假设拿这个做个示例吧。
打开这个文章以后，在这下面就有一个支持内容，里面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这些配置文件的内容，你可以直接过来复制，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尝试。然后这个是项目级的规则，就是 Workspace 这边新建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选项是一直就生效，还是手动生效，还是什么的。我一般就是会在项目级做一个基础的规则，就让它一直生效，那么它就会对所有的工作进行生效。然后这里面放的内容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些基本信息啊，项目级定制的规则呀，设计方面的要求。因为我这个项目是一个就是纯 UI 级的一个项目，基本没有后端。然后这边会放一些项目的文件结构相关的内容，这就是 rules 就是说你想让它记住的是什么。那么 Workspace 是什么呢？ Workspace 这边也有全局的和项目级，就是全局的就是说你新建了对每个项目都生效，项目级就是这个项目的。那我建了2个项目级，我们看它是什么。第一个是 HTML work， 它的工作就是做 HTML 相关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 Vue 的 work， 就是做 Vue.js 相关的编程，也是放了一些对应的内容。那怎么使用它们呢？其实很简单。Rules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我们都配置的是全局的，对吧？然后 Workflow 是怎么用呢？用斜杠，你就可以看到这些 worker。然后比如说我选这个，然后我在这边就输入你给我做点什么，然后让它去操作，它就会把对应的这个就是定义的这个规则给它带上。那么这样就满足了我们刚刚说的条件，有一些重复的内容，我们希望能够重复去使用的这些规则怎么去定义，就用这2个方法去定义就可以了。好的，最后要说一下就是 MCP 它是有的，在这边可以配置 MCP 服务器，有很多，但是我们常用的 MCP 基本上都不需要去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ntigravity 它内部有一套自己的检索，有自己的搜索什么的那相关的功能，这些功能和大量的 MCP 都重复了，所以说 MCP 我们就一步带过。就是说如果你需要 MCP， 比如需要读数据库啊，需要一些特殊的操作，可以在这里添加，也可以用 VS Code 相关的功能直接去添加，因为这个 Antigravity 是基于 VS Code 去修改的。但是默认情况下，比如说你正在学习，你是一个新手，你就按照我的来，就你现在不需要做任何的 MCP 的配置，后面有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然后你就去进行相关的配置就 OK 了。好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上手容易，然后模型免费，虽然有限额。第三个，这是一个新兴的 RDE， 但是它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正常使用已经是足够了的。如果你需要体验 Gemini 3 Pro 这个模型，我推荐你尝试使用这个 IDE 来做体验。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Google 新推出的 AR 编辑器 Antigravity 基础操作的相关视频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